朋友，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些老实人，他们温柔体贴，处处为对方着想，最终却换来一句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为什么有些人在关系中付出了全部的顺从与讨好，却被评价为没有魅力，感觉不对？而与此同时，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那些真正让人心动甚至上头的人，却往往都带点坏，带点难以捉摸的危险气息。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理智上我们推崇善良、无私、体贴，但潜意识里我们却总是被那些充满力量感甚至带有攻击性的个体所吸引。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人性密码？到底什么才是那种被称为性张力的致命吸引力的真正来源？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遇到了一个角色，他被无数观众称为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他就是丹麦演员麦斯·米科尔森在剧集《汉尼拔》中所扮演的汉尼拔·莱科特。我知道，用一个食人魔来探讨魅力，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请暂时放下道德的评判，纯粹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角色所投射出的吸引力。他是一位顶级的心理学家，能洞穿你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他是一位美食家，能将人肉烹饪成米其林3星级别的艺术品。他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能在杀人前弹奏一曲巴赫。他穿着最高级的手工定制西装，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老派欧洲贵族的优雅。他说话永远温文尔雅，语调平缓，即使在讨论最残忍的话题时，也像是在朗诵一首诗。然而，就在这一层完美到无懈可击的文明外衣之下，却包裹着一头最原始、最凶猛的野兽。他冷酷、残忍，将人类视为他棋盘上的棋子，随意摆弄，生杀予夺。当你看着他，你会同时感受到两种极端的情绪：极度的安全感和极度的恐惧感。你觉得他能理解你的一切，仿佛是你的灵魂伴侣，但你又清楚地知道，他随时可能微笑着将你变成他的盘中餐。这种极致的矛盾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令人战栗的独一无二的磁场。你无法定义它，无法预测它，更无法控制它。你的心跳会不由自主地加速，你的大脑会因为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而分泌出大量的多巴胺。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终于明白了那被无数人追捧的性张力，其核心并不是样貌、身材、金钱或地位，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我称之为文明的野性 （civilized savagery）。野性是生命最原始的能量，它代表着力量、攻击性、征服欲和不被驯服的生命力。它是我们内心深处那头渴望突破牢笼的猛兽。而文明则是后天建立的秩序，它代表着克制、隐忍、优雅、共情和对规则的尊重。它是我们为自己戴上的用以在社会中生存的精致枷锁。当一个人的身上这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特质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与统一，他就拥有了最致命的吸引力。他的野性保证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和不被他人左右的独立内核，而他的文明则像一道精密的阀门，让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这股力量的释放与收回。他不是一个只会讨好的好人，也不是一个只会破坏的莽夫，他是一座看似平静，实则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这种文明的野性具体由5个维度构成。第一维度，反差感，魅力的地基。一切吸引力的本质都源于反差。物理学告诉我们，必须有正负电极才能产生电流，必须有高低温差
才能形成风。人与人之间的能量流动，也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两个人完全同频，思想、行为、观点完全一致，那他们之间就不会产生能量的交换，关系就像一潭死水，温和却也无趣。汉尼拔的魅力首先就建立在这种极致的反差之上。优雅的食人魔，温柔的杀手，穿着西装的野兽，每一个标签都是一组强烈的矛盾体。这种反差打破了我们大脑中既有的认知框架，制造出巨大的认知失调。为了理解这个矛盾体，我们被迫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去思考，去猜测，去解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绪早已被它牢牢牵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成为变态杀手才能制造反差。一个平时看起来很严肃的律师，私下里却是个摇滚乐队的鼓手；一个外表甜美可爱的女生，却对量子物理学有着深刻的见解；一个满身肌肉的健身教练，却能写出一手漂亮的书法。这些都是能瞬间打破他人刻板印象，让人眼前一亮的反差。它证明了你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无法被轻易定义的个体，而不被定义恰恰是独立人格的开始。第二维度，侵略性、野性的锋芒。这里说的侵略性，不是指暴力或粗鲁，而是一种敢于表达自我、敢于划定边界、敢于制造冲突的勇气。回想一下，那些让你觉得没有魅力的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拒绝，从不反驳，从不表达负面情绪。他们像一个柔软的抱枕，无论你怎么挤压，它都会恢复原状，并且永远对你微笑。这种无攻击性，在短期内可能会让人觉得舒服，但时间久了，就会让人感到乏味，甚至轻视，因为它传递了一个潜在的信息：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边界可以随意侵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对抗你。而一个拥有文明的野性的人，恰恰相反，他的世界里有着清晰的可以和不可以。当你触碰到他的底线时，他不会暴跳如雷，但他会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方式，让你清楚地知道你过界了。他可能会微笑着说，我不太喜欢你这样开玩笑。他可能会在你喋喋不休时，温和地打断你，抱歉，我想先说完我的观点。他会在你不合理的请求面前，干脆地说，这件事我做不到。这种温和而坚定的不，比10000句温柔的好都更有力量。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人际关系中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建立起一个清晰而稳固的自我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他是绝对的君王。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掌控感，会让周围的人本能地感到敬畏，因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早已将掌控力与生存能力牢牢地绑定在一起。我们天生就会被那些看起来能说了算的人所吸引。第三维度，克制、文明的枷锁。如果说侵略性是出鞘的利刃，那么克制就是那把让刀锋更显寒光的刀鞘。一个只有野性而没有文明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莽夫。他有力量，但不受控制，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让人只想躲避。而文明的野性的精髓，就在于克制。你能明确地感觉到，他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他却选择了隐忍不发。他明明可以轻易地驳倒你，却选择了沉默。他明明对你充满欲望，却选择了保持距离。他明明有能力掌控全场，却选择了袖手旁观。这种明明可以，却偏不的状态，创造了一种极致的张力，就像拉满的弓，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所有的能量都凝聚在一个点上。
那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感，让人既恐惧又着迷。汉尼拔就是一个克制的大师，他很少有大幅度的动作或激烈的情绪，永远是那么的平静从容。但你就是能从他细微的眼神和嘴角的抽动中，感受到那平静湖面下足以吞噬一切的暗流。这种克制，在心理学上是延迟满足能力的最高级体现。它意味着这个人拥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力，不被本能和欲望所驱使。而一个能掌控自己欲望的人，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这种稀缺的质量，自然会让他鹤立鸡群。第四维度，松弛感，力量的内化。当侵略性和克制这两种力量在一个人的体内经历了无数次的交战与融合后，最终会达到一种更高阶的状态——松弛感。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松弛感，他们似乎从不费力，却能搞定一切。他们走路的姿态是舒展的，说话的语气是平缓的，即使身处混乱的环境，他们的内心也像有一个稳定的锚，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这种松弛感绝不是懒散或不在乎，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人在完全掌控了自身力量后，那种大权在握，无需声张的自信。就像一个顶级的武林高手，他不需要时刻摆出战斗的架势，因为他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应对任何挑战。他的肌肉是放松的，但反应却是迅捷的。而那些内心力量不足的人，则往往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他们害怕犯错，害怕被否定，害怕失控，所以他们总是用力过猛，说话大声，动作僵硬，试图用虚张声势来掩盖内心的不安。松弛感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最佳证明，他告诉全世界，我搞得定。这种笃定的能量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安心感和信赖感。第五维度，专注，终极的武器。当一个具备了反差感、侵略性、克制和松弛感的人，将他全部的注意力像一束激光一样聚焦在你身上的时候，那种杀伤力是毁灭性的。这就是文明的野性的终极武器——专注。在汉尼拔中，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往往不是他杀人或烹饪的时候，而是他凝视着女主角，专心致志地听她说话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他的眼中只有你，他所有的感官都为你而打开。你能感觉到自己被彻底地看见，被彻底地理解。这种专注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个前提，它本可以不必如此。一个内心世界如此丰富、强大的人，他的注意力是极其宝贵的资源。他可以去思考哲学，可以去欣赏艺术，可以去策划一场完美的犯罪，但他却选择了在此刻将这份宝贵的资源100%地给予你。这是一种最高级的馈赠，它让你感觉自己是被选中的，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被赋予特殊价值的感觉，是人类最深层的渴望之一。相比之下，一个内心空洞的人，即使他24小时围着你转，你也只会觉得廉价和窒息，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在给予你注意力，而是在索取你的注意力，来填补他自身的空虚。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解构了魅力的密码，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具备文明的野性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的教育、职场文化、社交礼仪都在系统性地阉割我们的野性。我们被教导要合群，要体谅，要共情，要避免冲突，这些本身都是文明的进步。但当他们被推向极致时，副作用就显现了。顺从被包装成成熟，
迁就被等同于高情商。我们害怕表达不同的意见，害怕拒绝别人的请求，害怕因为坚持自我而被贴上自私、不好相处的标签。长此以往，我们内心的那头野兽被关进了名为体面的笼子里，爪牙被磨平，野性被消解，我们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安全，却也越来越面目模糊，越来越没有力量。我们失去了对抗的勇气，也就失去了吸引的张力。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该如何找回那份失落的野性，并为它披上文明的外衣呢？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你不需要去模仿汉尼拔，不需要去刻意的使坏或玩神秘，那样只会让你变成一个油腻的东施效颦的表演者。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停止向外索取，开始向内建立，去成为一个原文所说的现充，一个拥有丰富线下生活的人。去建立你的野性，去运动，去流汗，去感受身体力量的增长，去爬一座险峻的山，去学一门激烈的格斗术，让你的身体重新唤醒那沉睡的属于动物的本能。去创造，去学习，去投入一件让你废寝忘食的事情，可以是一门乐器，一门语言，一项手工艺。在你专注于创造的过程中，你会建立起一个独立于任何人之外的丰盛的内心世界，那是你力量的真正源泉。去体验，去感受，去打开你的所有感官，去吃一顿让你惊艳的美食，去看一场让你落泪的电影，去和一个有趣的陌生人彻夜长谈，让你的生命被真实的、鲜活的、充满质感的体验所填满。去修炼你的文明，去觉察，去反思，观察自己在关系中的自动化反应。你是不是总想讨好？是不是害怕冷场？是不是习惯性的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看见是改变的第一步。去练习划定边界，从一些小事开始，拒绝一个你不想参加的聚会，反驳一个你不认同的观点。在别人打断你时，温和地请他让你说完。每一次成功的捍卫，都在为你的内心注入力量。去学会独处，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害怕孤独时，你才能在关系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你不会再因为害怕失去而委曲求全。当你真正开始践行这条道路时，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转变。你的眼神会变得沉稳，因为你的内心有了支撑。你的气场会变得笃定，因为你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定义自己。你的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力量感，一种松弛感，一种专注于生命本身的魅力。到那个时候，你是否拥有性张力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你因自己而快乐，因创造而富足，因体验而鲜活。你不再是一个等待被爱的客体，而是一个散发着光和热的能量源。而那才是比任何技巧都更持久、更深刻的魅力的终极真相。